我怀疑我们的皇上被调包了。传闻大梁王朝有一位冷酷暴君，杀伐果断，沉默寡言。作为他众多妃嫔中的一名，我就和我的封号静妃一样，安安静静，恪守本分，每天在线吃瓜，当个咸鱼。本来以为我能苟到最后，没想到有一天，我忽然能听到皇上的心声，烦死了！这届妃子质量也不行，还是朕的龙袍最好看。我抬头，他还是一张扑克脸的样子，内心却在说，角落那个看着有点呆，算了，比那些哭哭啼啼的强。坏了，他该不会要看上我了吧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跪在大殿外的地上，膝盖已经没知觉了。我垂着头，视线死死盯着地上，努力把自己缩得更小，更不起眼，最好能原地变成一块石头，或者御膳房角落里锅盖。静贵妃就好好静一静吧。头顶传来丽妃贴身宫女翠缕的声音，尾调里加了点的幸灾乐祸。娘娘说了，您方才不小心泼湿了丽妃娘娘的裙角，冲撞了祥瑞，按宫规得跪满1个时辰，静静心。我眼皮都没抬，但依旧温顺的回应，是，谢丽妃娘娘教导。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够翠缕听见我认命的顺从，又传不远，惊扰不了前头灯火通明的宫宴大殿。笑话，那里面坐着的是活阎王，我可不想因为声音大了点，就被拖出去杖毙。泼湿裙角，我心里毫无波澜，甚至有点想笑。不过是丽妃借着3分酒意，故意撞到我端着的果盘上，再顺势把酒泼在自己那条绣满牡丹的裙子上罢了。目的嘛，瞎子都看得出，是给近来颇得了几次赏赐的淑妃添堵，顺便敲打我这个总在角落装死的静贵妃。毕竟我没权没势，皇上从未来过我寝宫，自然只能拿我撒气了。我入宫整半年，位分是贵妃，封号却是个静字。父亲沈清源，翰林学士，听着清贵，手里没半点实权。我自己更是把安静2字刻进了骨头缝里。我不争宠，不出头，不站队，每日最大的乐趣就是关起长春宫的门，琢磨御膳房新送来的点心是甜了半分还是淡了些许，要么就是支棱着耳朵听小宫女们讲点不痛不痒的后宫八卦。平安吃瓜，安稳养老，这深宫活到最后才算赢。陛下息怒，声音是从的大殿方向传过来的。我心头猛地一缩，下意识地把头垂得更低。来了，暴风雨的前兆。果然，下一瞬我便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冰冷男声，皇后，仅仅2个字，但大殿内外瞬间死寂。朕问你，那声音继续，这后宫诸事，你便是如此为朕分忧的？是萧彻，当今圣上，一个名字就能让大家噤若寒蝉的男人，冷酷寡言，手段雷霆，深不可测。关于他，大家都说他是暴君，此刻他显然动了真怒。我的心提到嗓子眼，后背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这种时候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成为迁怒的祭品。我恨不得把自己嵌进这冰冷的石板地里。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死寂中，嗡！突然我听到一阵尖锐的嗡鸣，接着眼前发黑，那可怕的耳鸣持续了一阵。然而随之涌入我脑海的声音却让我浑身血液都冻住了，一个带着极度烦躁，恨不得毁灭一切的心声。烦死了，柳氏管个后宫都管不好，天天就知道给朕添堵，眼皮子底下都能闹出这种下三滥的争宠把戏，当朕是死的吗？那声音分明是皇帝萧彻的嗓音，可语调和情绪却与他平日里的形象判若云泥。我该怎么形容？声音里充满了暴躁、抓狂，甚至一丝委屈。我僵在原地，幻听，被冻出一怔了。紧接着，那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毫不掩饰的嫌弃。这届妃子质量也不行。那个穿红衣服的人跳的什么玩意儿？张牙舞爪，活像只炸了毛的山鸡，辣眼睛，简直是对朕龙目的亵渎。我能清晰地听到那声音里的每一个嫌弃的颤音，然后那声音陡然一转，画风突变，带上了一种近乎痴迷的自恋。还是朕的龙袍最好看，今天这金线绣的格外精神，这盘龙，
这祥云完美，工部的老东西总算干了件人事。好想回去批折子啊，比看这群女人演戏有意思多了。批折子比看宫宴还有意思。世界观在眼前轰然崩塌，碎成了渣渣。那个高高在上、冷酷威严，一个眼神就能让人腿软的帝王，内心里竟然是个话痨的自恋狂。这里刚好可以看到宫宴大殿的正中央，我看到萧彻正微微侧着头，那双深邃的眼眸里没有任何温度，只有审视和一丝被打扰的不悦。接着他居然看向门外，看了看我。完了，我刚刚还在偷窥盛宴，我会不会被他拖出去杖毙啊？那个角落的好像是沈翰林家的，跪的倒是挺老实，就是看着有点呆。这大晚上的跪那儿，冻傻了吧？算了，傻点也好，至少安分，比那些只会哭哭啼啼、暗地里使绊子的强。呆傻，我的内心如同有10000匹脱缰的野马飞过。坏了，我这条只想平安养老的咸鱼，好像要被迫卷进纷争里了。3天了，我依旧惊魂未定。青竹，我唤来贴身宫女，去请淑妃娘娘宫里的兰心姑娘来说说话，就说本宫新得了些好茶，请她尝尝。青竹有些疑惑，但还是应声去了。当兰心笑语嫣然地走进来，我屏住了呼吸，心脏咚咚直跳。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除了兰心嘴里说出的客套话，没有其他声音。我强撑着笑脸应付完兰心，送走她后，整个人虚脱般靠在榻上。不是幻听，也不是对所有人心声都通晓，这诡异的能力似乎只对那一个人有效。这个答案让我脊背发寒，却又在恐惧中生出一丝庆幸。还好，只他一个，可偏偏是他，这天下最不能窥探心思的人。次日清晨，凤仪宫请安，皇后柳氏端坐上首，妆容精致，气度雍容。她正温言细语地关怀着丽妃，丽妃拿着帕子，眼圈说红就红，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哽咽。多谢娘娘垂怜，那日静贵妃妹妹也是无心之失，只是臣妾那裙子。来了，我努力往边上一靠，降低存在感。突然，一个冰冷又充满不耐的声音又响起来了。又开始了。眼泪是珍珠吗？天天搞这套烦不烦？丽妃那点小心思当真瞎？我猛地一激灵，下意识抬眼看向皇帝萧彻，他依旧面无表情地端坐着，薄唇紧抿，目光沉静地望着下方，仿佛在认真聆听后妃们的姐妹情深。好烦，这群女人叽叽喳喳，吵得朕头疼，什么时候结束？我立刻低下头，死死咬住下唇，才没让自己表情崩坏。冷酷威严的陛下，此时竟像个被逼着参加无聊家宴的暴躁少年。就在这时，丽妃似乎觉得火候不够，嘤咛一声，竟真的挤出了2滴泪，作势要往皇帝那边靠。陛下，臣妾……你别过来！那香粉是想熏死朕吗？几乎是同时，我假装剧烈咳嗽起来，慌忙用帕子捂住嘴。我边咳边往后退了2步。嗨，臣妾失仪，丽妃姐姐身上的香，太冲了，臣妾受不住。殿内瞬间一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。丽妃表情错愕又难堪，皇后微微蹙眉，而萧彻，他的目光扫过我，依旧是冷的，但我分明听到他心里说，倒是省了朕开口，比他们有意思。皇后很快反应过来，打圆场道，既然静贵妃不是，便早些回去歇着吧。丽妃，你也收敛些，陛下不喜浓香，你是知道的。我如蒙大赦，连忙告退。走出凤仪宫，被冷风一吹，才发觉后背已是一片冷汗。好险，但成功了。我心脏还在狂跳，却第一次对这诡异的能力生出了一丝掌控感，它还能这样用。回到长春宫，我立刻翻出一个小巧的空白册子，匆匆写下：1. 厌恶妃嫔哭泣，尤其当众落泪。2. 极度厌恶浓烈香粉。笔尖顿了顿，我又补充：观察，似乎很讨厌无意义的寒暄和后宫琐事，内心渴望清静。刚写完，青竹端着午膳进来，小声道：娘娘，
御膳房新琢磨了一道金玉满堂，说是用蟹黄和嫩豆腐做的，各宫都送了，咱们这份。萧彻此时好像恰好在长春宫不远处用膳，我拿起银柱，刚尝了一口，那带着点委屈的吐槽声又来了。德全这老东西，非说新菜式要尝鲜，这什么金玉满堂？星，你御膳房那帮蠢材，把朕当是毒的猪吗？盐不要钱，酷死了！我差点被呛到，赶紧放下筷子，对青竹道：“这菜味道有些重了，你去小厨房看看，我记得还有些新鲜荠菜，让他们拌个清爽的来。”青竹应下。我犹豫片刻，又状似无意地提了一句：“对了，顺便跟御膳房总管说一声，这新菜想法是好的，就是蟹黄腥气略重，盐也稍多，压住了鲜味。下次盐减半，或许更妙。”青竹有些惊讶，但还是去了。下午，德全竟亲自来了长春宫，身后跟着个小太监，捧着一个食盒。敬贵妃娘娘，德全笑呵呵的行礼，陛下尝了新菜，觉得颇有新意。听闻娘娘对膳食有些心得，特意让奴才把陛下那份赏赐给娘娘，还说敬贵妃若有什么想法，可直接告知御膳房。食盒打开，正是那道几乎没动过的金玉满堂。行吧，这位陛下，您可真是别扭啊。送走德全，我默默在册子上新增一页。喜好1，口味清淡，厌腥腻和过咸。观察，对合心意的小建议会别扭地给予回应。日子在提心吊胆中度过。我那本小册子越来越厚，成了我在深宫保命的符咒。靠着它，我成功避开了一次又一次的麻烦。比如有天德全让我品尝下新为陛下做的点心，又让我拿过去给陛下品尝。德全也是好意，估计想我在陛下面前多刷刷存在感。我来到御书房时，户部那位以啰嗦闻名的张大人正阐述他那冗长的治水方略时，我清晰地听到萧彻内心在咆哮：又臭又长，重点是什么啊？朕的午膳都没吃，真想一脚把他踹进他自己修的河渠里。我当机立断，在张大人即将把话题复杂化时，恰好身子一晃，扶着柱子晕了过去，成功打断了张大人。离开时，似乎感觉到萧彻瞥来的目光里带着一丝如释重负。再比如赏花宴上，淑妃新换了更浓郁的熏香，试图靠近皇帝。还没等他走近3步，我已听到萧彻心里的哀嚎，这味道是想谋杀亲夫吗？他就不知道我讨厌这个味道吗？我立刻连打3个喷嚏，假装涕泪横流的样子，成功让淑妃尴尬地停住了脚步，也为自己赢得了提前退场的合理理由。更多的时候，我像个隐形的看客，缩在安全的角落，一边努力降低存在感，一边被迫欣赏着萧彻的内心戏。在看着娴妃不小心把茶水泼在对手裙子上时，他啧了一句：这手段太低级了，栽赃都用烂了的把戏。在王美人娇弱的往御岸边靠，他内心：朕的贡宴差点就被你摔了，你走路不长眼吗？每每此时，我都得死死忍住不笑。谁能想到，那个高高在上、生杀予夺的冷酷帝王，内心竟是个如此话多且挑剔的人。这深宫生活好像变得不那么枯燥乏味了。偶尔在萧彻心情尚可，或是批阅奏折时，我也能捕捉到他一些关于朝政的思考，或是对某种不起眼点心的满意。今日这豌豆黄不错，我便默默记下。渐渐的，他发现长春宫的点心似乎比其他宫更合时一些，我出现的场合也总能恰好能讨他欢心。德全来传话的次数似乎多了一点点。萧彻偶尔扫过我的目光里，带着几分兴趣，但似乎多了几分怀疑。窗外月色如水，一片宁静。可我知道，这种在深宫的日子，如同悬在丝线上，不知何时会坠落。我却没想到，翻车来得这么快。他开始怀疑我了。西域使臣进贡的琉璃盏摆在紫宸殿中央，殿内静得骇人，妃嫔们屏息垂首，目光却舍不得从那流光溢彩的宝物上挪开。西域心意，朕心甚慰。萧彻的声音听不出情绪，目光扫过下手，诸位爱妃，以为此物当赏与何人？皇后端坐凤位，唇角含笑，如此珍宝，自当由陛下圣裁。丽妃眼波流转，
搅了搅帕子。淑妃抚了抚鬓边珠翠，给丽妃。不行，太招摇。他爹最近手太长，得压压。淑妃更不行，外戚势大，再添这份荣宠，柳家怕是要睡不着觉。一群不省心的，那个角落的敬贵妃的，看着顺眼，也安静。给他吧，省心。我的心跳骤然漏了一拍。臣妾愚见，我上前半步，声音不高，刚好够御座上的人听清。琉璃盏华美易碎，丽妃姐姐性子活泼，若赏了她，怕是不出3日便要岁玉收场，反倒辜负了西域美意。丽妃脸色一僵，萧彻沉默不语。淑妃姐姐风雅，我微微侧身，避开淑妃投来的锐利视线。只是臣妾听闻，娘娘宫中前些日子刚得了尊珊瑚树，流光溢彩，若再添此琉璃盏，恐有堆砌之嫌，反失雅致。他怎么知道朕想压丽妃？连淑妃的珊瑚树都……萧彻的心音陡然一沉，一次是巧，2次3次呢？他目光锁住我，依敬贵妃之见，该当如何？我垂首，此物珍贵，当配陈静之人。臣妾位分低微，不敢妄言，只是赏了哪位姐姐，都不免惹得六宫侧目，徒增是非。不若陛下留下赏玩，或是赐予前朝有功之臣，以示恩泽。死寂，我几乎感觉自己血液奔涌。呵，一声意味不明的低笑从御座传来。萧彻抬手，得权立刻躬身，将琉璃盏。他顿了顿，目光沉沉落在我身上，送去长春宫。殿内响起一片抽泣声，皇后脸上的笑容淡了3分。丽妃恶狠狠看着我，她怎会懂朕的心思？连琉璃盏这等小事都巧合？她总能在朕烦躁前安静消失，总能避开朕不喜的话题，这审事绝不简单。试探来得比预想更快。3日后，萧彻踏进长春宫时，手里捏着一枚羊脂玉佩，玉质温润，雕着寻常的祥云纹。敬贵妃，她将玉佩随意搁在案几上，指尖点了点，瞧瞧，可还入眼？工部那蠢才献上来的，说是什么古玉，当朕不识货。料子尚可，雕工粗鄙不堪。我拿起玉佩，触手升温，指尖抚过祥云纹路，果然一处云尾转折略显生硬。陛下之物，自然是极好的。我放下玉佩，语气诚恳，玉质温润如脂，只是什么？他追问。他若敢说雕工好，便是谄媚；若说不好，倒要看看他如何圆。只是臣妾眼拙，我微微蹙眉，露出恰到好处的困惑。这云纹走势，似乎与臣妾以前在书上见过的有所不同，许是臣妾记差了。萧彻盯着我，半晌，忽地笑了，笑意未达眼底。敬贵妃博览群书，连这些都通晓，装傻还是真懂？沈清源一个翰林，教女儿看这个，冷汗浸透里衣。父亲却有几本闲书，但没教过我这个。方才不过是我硬着头皮胡诌罢了。父亲闲来偶有涉猎，臣妾耳濡目染。我低头。哦。他拖长了调子，不再看那玉佩，转而端起我奉上的茶，抿了一口。茶温刚好，他泡茶的手艺倒是不错。这念头一闪而过，快得几乎抓不住。试探成了家常便饭。有时是他偶然路过御花园，见我独自坐在凉亭，便踱步过来，指着池中锦鲤。敬贵妃觉得这赤鳞与金鳞哪一尾更胜？一群傻鱼，除了吃食还会什么？无趣。臣妾觉得我望着水面，金鳞耀目，赤鳞沉静，各有千秋。只是陛下日理万机，为社稷操劳，此等微末之事，不敢烦扰圣心。他深深看我一眼，竟真的转身走了。小燕儿，还想试探我？有种你心里别说话。萧彻来长春宫的次数多了起来，理由五花八门。敬贵妃安分守己，赐新茶。沈翰林学问好，敬贵妃想必耳濡目染，来品评这幅字。今日折子看得乏了，敬贵妃处清静。我每次都低头应是，心里却警铃大作。她总坐在窗边榻上，或看书，或看折子，有时也问我2句。敬贵妃觉得这话如何？
他指着一幅山水。我低头，臣妾不懂画，只觉得看着有些累。他抬眼看了我一下，没说话，心里却想，他倒是直接。有时是看奏折，江南水患，工部提议疏浚就河道，敬贵妃以为可行否？他语气平淡。我立刻跪下，后宫不得干政，臣妾不敢妄言。又躲。他心音里一丝烦躁，滑得像泥鳅。起来吧。他摆摆手。更多时候，他只是让我待着，自己批折子。殿内很静，只有翻页声和他心里的嘀咕。这字写得像狗爬，不如朕1/1000。我垂手站着，努力当个摆件。他的心声又密又杂，吵得我头疼。装什么霸道皇帝啊？内心烦的一批，还要装扑克脸，累不累？我暗想，偶尔也会有别的声音。这幅画评的有点意思，带着还算顺眼。这些声音在我心里泛起一点涟漪，试探无处不在。他状似无意地问起沈家。沈翰林藏书不少，可有前朝孤本？沈家祖上会不会有线索？我心猛地一沉。父亲只收些诗词杂记，并无真本。是吗？他目光扫过我，前朝柳巷以画工著称。沈家可有收藏？柳巷，前朝秘藏。我曾无意间听到父亲谈话中有提及过《山河图》，臣妾未曾听闻。撒谎。他心音笃定。长春宫的点心茶水越来越合他口味，赏赐也多了。后宫的目光渐渐变了。皇后的赏花宴上，敬贵妃近来常办君侧，皇后放下茶盏，声音温和，想必对茶道颇有心得。不如为本宫分茶？妃嫔们的视线像针。我硬着头皮接过茶筅。柳氏刁难，分茶里繁琐，她怎会？萧彻心音不耐。我手一抖。陛下不喜繁冗，我放下茶具，不如简泡。萧彻看了我一眼。准。我快速泡好茶奉上。他接过时，指尖擦过我的手背。茶道清爽。他心音掠过一丝满意。皇后面上笑容不变，眼底却冷了。敬贵妃果然善解生意。走出凤仪宫，冷风一吹，我攥紧袖中的小册子，新添了一行字：宜陛下接近，为沈家所藏的线索，具体不明。平静的日子快到头了。皇家祭祀大典上，我排在最末尾。没声音。萧彻的心声消失了。他就在前面祭坛上。往常他早该在心里痛骂礼部的流程繁琐，估计还要骂日头毒，骂衣服重。但是今天一片死寂。不好的预兆。完了，今天会不会出事啊？回宫路上，皇后身边的张嬷嬷拦下我。敬贵妃娘娘，皇后有请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但她是皇后，我能怎么办呢？凤仪宫里，皇后端着茶盏，笑不达眼底。妹妹进来，很得圣心啊。我低头，娘娘说笑了。她看向我，目光带刺，是吗？那为何陛下近日总去长春宫，连西域进贡的琉璃盏都赏了你？莫非是用了巫蛊之术，迷惑圣上？我还没开口，外头突然乱起来。搜宫！太监喊道。奉皇后懿旨，彻查6宫。我豁然起身。皇后这是何意？皇后笑了笑，慌什么？例行公事罢了。长春宫一片狼藉，我的东西全部被翻了一遍。领头的嬷嬷高举着一个布偶，嗓音尖利，找到了。巫蛊人偶。人偶上扎满银针，胸口贴了一张写了生辰8字的黄纸，托盘上放着朱砂，几片漆黑的鸭羽和几粒干瘪的曼陀罗子。他们说这是布偶的材料。人赃并获。张嬷嬷冷笑，快去请陛下来。皇后踱步上前，敬贵妃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我强迫自己盯住那人偶。黄纸上的8字，腊月18，寅时。我猛地抬头，是假的。满殿死寂。我必须想办法自救。萧彻来了。面对证据确凿，我不能乱。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。臣妾有一事不明，这人偶上生辰8字，可否请陛下亲自过目？他本冷眼旁观，
但在接过人偶细看后，脸色微变。我心中有了底，我能说出这样的话，证明我知道人偶的生辰八字并非萧彻真实八字，而栽赃我的人却不知道。但这件事他不想让其他人知道，我自然也不能直接说出口。于是我换了个角度，娘娘方才说在臣妾宫中搜出这些物证，臣妾斗胆一问，既是搜查，为何不叫臣妾在场？又为何如此之巧，所有证据都一一对应？皇后脸色铁青，强词夺理。人偶在此，材料俱全，还想狡辩？那就请太医院的孙太医。我盯着托盘里的朱砂，他精研药理，最能分辨药材新旧，请他来验，这朱砂是新磨的，还是如人偶所标，已存放月余？孙太医被匆匆召来，他捻起一点朱砂细看，又嗅闻鸦语，回禀皇后娘娘，他额头冒汗，这朱砂色泽鲜亮，颗粒均匀，是新近研磨，绝不超过3日。殿内哗然，人偶号称制作月余，材料却是新的。幸好我最近刚换了新朱砂，那是某天萧彻来长春宫时赏赐我的。我往前一步，声音不高，却砸在每个人心上。陛下，臣妾斗胆再问一句，您可还记得上月15，您在御书房批阅密折时，曾对德公公说过，但凡涉巫蛊者，必先查其主使，切莫轻信表象。死一样的寂静。御书房密折，只有皇帝和德全在场的话。德全扑通跪下，脸色惨白。萧彻面沉如水，他目光扫过所有人，最终落在我脸上，深不见底。彻查。他吐出2个字。德全的动作很快，巫蛊案牵连的人，包括皇后宫里的几个心腹太监和那个负责放置证据的粗使宫女，全被押进了慎刑司。皇后被禁足凤仪宫，长春宫暂时解了围，但气氛更沉。我被请回了这里，门口守着陌生的御前侍卫。萧彻来的时候，天刚擦黑，他没穿龙袍，一身玄色长服，像融进暮色里的影子。殿内没点几盏灯，他的脸在昏暗里看不清表情。陛下，我起身行礼，嗓子有点干。他没叫起，径直走到窗边，那里摆着我养的一盆文竹，清脆依旧。他倒是沉得住气。那熟悉的嗡鸣声又来了。慎刑司的折子，柳氏脱不了干系。蠢！那巫医的供词，以蛊治蛊，什么意思？他到底怎么知道那句话的？德全？不可能！他的心声又急又乱。能力回来了？为什么？敬贵妃，萧彻没回头，声音冷得像冰。你如何得知朕在御书房对德全说过的话？来了。我维持着行礼的姿势，臣妾偶然听陛下提起过。撒谎！他心音陡然锐利。那日门窗紧闭，殿内只有朕与德全。他猛地转身，目光如刀锋。偶然？在何处？何时？压迫感排山倒海。这时候，德全突然来了。他弓着腰，手里捧着一个不起眼的紫檀木小盒。陛下，德全的声音带着一丝的颤抖。按您的吩咐，把敬贵妃娘娘当初册封时那套头面从内裤深处翻出来了。老奴斗胆撬开了夹层。萧彻的瞳孔骤然收缩，他一把抓过那盒子，盒底铺着绸缎，此刻绸缎被掀开，露出底下几粒已经干瘪发黑的虫壳。死寂！萧彻捏着那盒子，他死死盯着那几粒虫壳，神色变幻不定。同心骨变体，竟然是朕亲手。他体内的原来如此。该死！我如坠冰窟。陛下！德全的声音带着惶恐的试探。萧彻像是被惊醒，猛地扣上盒子。他喉结动了一下，在抬眼看向我时，那眼神复杂的让我陌生，有震惊，有难以置信，甚至有一丝狼狈的慌乱。那南疆巫医，他开口，声音哑得厉害，在慎刑司受刑时招认了一件事。他顿了顿，他说他察觉你体内早有蛊虫寄生，他施法是想以蛊治蛊，干扰他，让你出意外，好打压你。体内早有蛊虫，夹层虫壳。他此刻混乱又震惊的心声，所有零碎的线索
被蛊虫2个字瞬间串起，狠狠砸在我眼前。冰冷的寒意从脚底瞬间窜上头顶，血液都冻僵了。我看着他手里那个小小的紫檀木盒，又缓缓抬起眼看向他。所以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，却异常清晰。当初册封时的头面是陛下您亲手赐下的。萧彻脸色有些苍白，但他没有否认。这沉默比任何回答都更锥心。原来如此，所有的顺眼，所有的试探，所有他偶尔流露出的让我心湖微澜的欣赏，原来都是算计。我赖以保命，甚至觉得有点一丝的读心术，这根金手指竟是他亲手埋下的毒种。就在这时，他混乱的心声再次不受控制地涌来。该死，蛊虫竟然变异了，所以他能知道我所想，他的能力原来是这么来的。但为什么朕现在竟不想承认？沈家的秘密还重要吗？最后那句带着他自己都未察觉的茫然。我看着他，看着这个曾经让我觉得内心戏多得离谱，甚至有点滑稽的冷酷帝王，看着他此刻眼底那掩饰不住的震惊和一丝狼狈，心口像是被人生生剜去了一块肉。原来最离谱、最要命的瓜，不是他的内心戏，是我自己。我这条只想安静吃瓜的咸鱼，从头到尾都是别人棋盘上的一颗棋子。陛下当初下蛊，我声音嘶哑，每个字都带着钝痛，是为了什么？沈家到底有什么值得您如此费心？沈家有山河图的线索，朕的本意是日后需要时影响你的心神，便于探知秘密。但蛊虫变异这事，朕确实不知道。我没想到萧彻会这样回答我的质问，他没有解释，没有安抚，甚至没有一句虚伪的辩解，他只是沉默地站在那里，捏着那个紫檀木盒，力道大的几乎要将它捏碎。然后他转身走了，德全小跑着跟上，临走前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复杂的我读不懂。3天后，前朝传来消息，西北叛乱，叛军打着清君侧的旗号，一路攻城略地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们声称掌握了前朝秘藏的线索，而这份线索就在沈家手里。我爹被连夜押进了大理寺，长春宫的大门被彻底封死，连送膳的太监都换成了陌生的面孔。我坐在窗边，看着院角那株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文竹，突然觉得可笑。夜里，长春宫的门被打开了，德全来了。他说陛下要见我。我跟着他来到一处偏殿，萧彻背对着门，身影快要和夜色融为一体。陛下，我朝他行了个礼，面无表情。他没回头，只是抬手挥退了德全。殿门关上的瞬间，他开口了，声音沙哑：叛军围了青州。青州，我爹的祖籍，朕可以保你爹性命。他终于转过身，眼底涌动着复杂的情绪。只要你交出山河图的线索。我看着他，突然笑了。陛下，我轻声问，您怎么断定我会知道？他的心声在我耳边响起，沈清源入狱前曾对狱卒说过，线索在知意手里。原来如此，那看来我爹也并非想要瞒陛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抬头直视他，我可以帮陛下找到线索。他看着我，似乎在等我的下一句，但不是为了保命，也不是为了沈家。我慢慢地说，而是因为我不愿战乱。大梁在萧彻统治下确实还算安稳，他虽雷厉风行，但对底层百姓终归是不错。也正是因为威胁到前朝皇室的利益，所以才有人谋反吧。殿外突然传来一阵骚乱，德全的敲门通传，陛下，800里加急，叛军破了青州城门。萧彻的脸色瞬间变了，我看着他的脸，突然想起那天在长春宫，他盯着那盆文竹时，心里闪过的那句，他倒是沉得住气。现在该我沉住气了。陛下，我上前一步，声音清确坚定，让我去青州。萧彻看着我，眼神锐利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我知道。我迎着他的目光，叛军要的是沈家的线索，而我是唯一能给他们的人。他疯了。他的心声又急又怒，那是叛军，是刀剑无眼的战场。我竟然有点想笑。看啊，这个给我下蛊，利用我，
怀疑我的男人，此刻居然在担心我的安危。他是不是演戏演久了，把自己都给骗了？陛下，我轻声说，您给我下蛊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？萧彻的表情瞬间凝固，殿内死寂。良久，他闭了闭眼，再睁开时，眼底已是一片决然。好。3日后，一队轻骑悄然离京。我穿着普通官眷的衣裳，坐在马车里。萧彻给了我一个虎符，这个虎符能调动边境驻军。车帘突然被掀开，冷风灌进来。萧彻骑在马上，玄色大氅被风吹得猎猎作响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沈之意，他说，活着回来。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。来到青州后，叛军首领陈峰特意邀我到他府上一坐。沈姑娘，他咧嘴一笑，你说这玉佩是山河图的关键，可是……他摸了摸手上的刀，因为还缺半枚。我打断他，声音平静，而另外半块玉佩的下落，只有我知道。陈峰眯起眼，我赌对了，带我去秘藏入口。我抬起下巴，玉佩的线索在秘藏中，我亲自开给你看。线索根本不在青州，这是萧彻和我设的局，我来做诱饵。一旦陈峰带着精锐随我出城寻宝，萧彻的边境驻军便会悄然合围。至于真正的秘藏线索，已经被我爹赐在我入宫的礼衣上，通过德全安排的死士送到了萧彻手里。我爹从未想过叛乱，就在一切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一支冷箭突然朝我射来，电光石火间，有人猛地扑过来，将我推开。我回头看见萧彻中箭了。B， 我声音卡在喉咙里。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力道大得生疼。沈之意，你找死吗？差点就……他的心声混乱不堪。要是再晚一步……我怔怔看着他苍白的脸，突然笑了。多荒唐！这个给我下蛊的帝王，此刻竟为我挡了一箭。回京那日，雪下得很大，萧彻肩上的伤还没好透，却执意骑马走在我马车旁。德全说，陛下嫌车叫闷得慌。可隔着车帘，我分明听见他在心里嘀咕，这雪天路滑，我得看好马车，万一翻了他可怎么办？萧彻的伤还没好，我有时候会来看看他。那天殿内只剩下我和萧彻，他斜倚在榻上，脸色还有些苍白，空气凝滞。蛊毒，他终于开口，声音沙哑，南疆巫医说他能解。我正低头剥一颗蜜橘，闻言动作顿住。他盯着我，像在审视我的反应。解了蛊，他便听不见朕的心思了，也好。可为何又有些不舍？我掰下一半橘子递过去，抬眼看他，陛下想解吗？他沉默片刻，伸手接过橘子，指尖划过我的掌心，带着温热的触感。你若不愿，蛊毒不必解。我打断他，声音清晰。萧彻愣住，但我不想再做敬贵妃。虽然要求陛下和我之间建立平等关系，怕是天方夜谭，但我至少希望我们是相对平等。不过，我还是会留下来的。只是还请陛下日后骂臣妾的时候小声点。萧彻，他喉结滚动了一下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终却只化作一声极低的、几乎听不见的轻哼。麻烦，但随他吧。3日后，圣旨下，废敬贵妃封号，改册陈妃，特许陈妃宫内外随意出入。德全亲自将新的金册和金印送到长春宫时，只带了一句话：陛下说，臣乃帝星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娘娘从此不必再敬了。我抬头看窗外，一树梅花开得喧闹。御书房里，萧彻正对着堆积如山的奏折生气。工部这群蠢材，修个河堤的账都算不明白。好想回去躺着，肩膀疼。我端着刚熬好的莲子羹进去时，正听见他心里的哀嚎。德全识趣地退出去。我将青瓷小碗轻轻放在他手边，陛下，歇会儿。萧彻嗯了一声，没抬头，批完最后一本，才撂下朱笔，揉了揉眉心。他怎么又来了？不过这莲子羹闻着还行。我忍着笑，舀了一勺递过去，尝尝，按您口味，没放糖。他接过去，动作有些生硬。太烫了，味道倒清爽。
我看着他微微皱起的眉头又松开，心里那点残余的芥蒂，像春雪见了暖阳，悄无声息地化了。冷酷暴君也好，自恋话痨也罢，别扭，满肚子算计，也曾亲手给我种下蛊毒，可他也为我挡过箭，会因为我一句吵得慌，努力憋着不在心里骂人，给了我这深宫里一份独一无二的不必再敬的底气。够了！我扑哧笑出声。萧彻抬头挑眉，笑什么？没什么。我也笑了笑，就是觉得陛下生气的样子挺好看的。他耳尖微红，状似无意地碰了碰我的指尖。他高兴就好。窗外阳光正好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。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